第6章是这个女人。我下了狠心，一定要和马从静卯到死。所以上班之后，我像换了一个人一般，我疯狂打电话，疯狂约客户谈客户。我每天晚上都干到10点才下班。关于网站制作、方案设计、系统报价等等，我都研究得透透的。但是命运似乎故意跟我作对一般，我就是出不了单。终于，这个月只剩最后一天了，我极其的沮丧和绝望。我觉得自己要和这个工作告别了。深圳我混不下去了。我到公司的时候，发现部门只有我和老唐来上班，其他人都出去跑单了。看到老唐，我内心更难受。我手中还有200多块钱，而老唐已经弹尽粮绝。我发现他昨天一整天只吃1包方便面，但是他还在打电话。这个人很内向，很不善言辞，但是有一点，他韧劲惊人。他能够从早到晚的打电话，连一支烟都不用抽。我坐在他的后面，看到老唐拼命打电话的这一幕，有点想哭。我骨子里也是个不服输的人，但是冰冷的现实冷冷的拍下，似乎就硬是要逼我屈服。我不甘心，我觉得老唐肯定也不甘心。他虽然不说，但是在做。一念及此，我抓起了电话对老唐道：老唐，今天这样，我们2人比赛约客户，谁约到客户我们一起去见，签单了业绩我们平分，好不好？老唐回头一个字没说，但是用力的点了点头。我开始拼命的打电话，我发现自己如有神助一般，在电话里面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很多我以前过不了的关现在全突破了。我的思想变得无比的简单，那就是我要约到客户，死也要死在外面，不能窝囊的待在公司不出去。电话打到11点，我还是一无所获，开始有些灰心了。这个时候，老唐忽然挂了电话，道：陈斌，走，去不及，网站单。我愣了一下，立刻和老唐收了包，2人一路小跑出门。到楼下，我拽着他进了沙县小吃，先吃饱肚子，然后再走。老唐吃了2碗干巴巴的白水面，3块钱一碗，我请的客，他饿疯了。吃完面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老唐，这是我们一辈子最值得铭记的经历。吃了这里2碗面，我们否极泰来 ZXR。 老唐没说话，我又道：老唐，你这样打电话很难约到客户，但是只要你约到的客户，绝对都是超级意向客户。老唐还是没说话，但是我看到他眼神中有了光。很多年之后，老唐跟我讲，说他这一辈子最绝望的时候，是我给了他鼓励，而这个鼓励就是这句话。公车站等半小时一趟的公车，趁着这个闲暇，我跟老唐聊客户的基本情况。我给自己点了一支烟，只抽一口，扭头看到了一个侧影，我愣了一下，而对方也扭头过来，我们四目碰了一下。宋国，在这里突然遇到宋国，我完全措手不及。深圳这么大的城市，几千万人口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在这个城市碰到宋国，但是今天我就碰到了。就在我们公司楼下的公车站，宋国没有太多变化，他穿着一套职业的套装，上身是白色的衬衫，下面是浅色的短裙，气质不俗，年轻时尚。而我的变化太大了，从宋国吃惊的表情就能感觉到，他盯着我不敢发声，最后还是我冲他点点头。你好，你，他说了2个你，往我这边走了2步。老唐忽然道：车来了，去不及的公交进站了。我冲着宋国摆了摆手，一窜就上了公车。我听到了宋国在身后喊了一声陈斌，我没有回头，也没有答应。此时此刻，在我心中，不及这张单要比宋国重要的多，他的存在和出现不会对我有任何干扰。老唐约的客户是一家鞋厂，叫百盛鞋业，鞋厂的负责人叫谢明军，是个经理。谢经理40岁左右，北方人，很爽快那种性格。进门的时候，我听他跟下面的人讲棒子话，谈单的时候就问谢经理，您是韩国人？朝鲜族？我们厂的鞋走韩式风格，设计师很多都是从那边过来的。通过这个聊天，我很快就和谢明军聊得熟络了，然后我就直接用白板笔，在一张会议室的白板上现场给他做网站建设的方案。我把这1个月左右的积累都释放了出来，我熬了无数的夜学到的网站建设的专业知识，我想了很多快速成单的点子和办法，还有这1个月我见的各种客户积攒下来的经验，我都用上了。我让自己表现得非常的专业，非常的有激情，把网站建设和他们鞋厂未来结合起来，把这个谢明军说的热血沸腾。不错，我就是借鉴他们卖域名的套路，洗脑。谢经理，要建网站我们就要马上排版，早排版早建成，建成之后就能让客户直接通过电话看产品，通过网络下单，从而彻底改变现在咱们宣传不到位的短板。然后就谈钱，我懒得去细算了，我和老唐2人反正要12000块钱才能业绩达标，所以我就报13000的价格。接下来就是磨价格的拉锯，在价格方面，我一口咬死就是不降，这是马从敬教我们的。他讲，我们现在是顾问式销售。什么叫顾问？就是你教老板怎么做，而不是老板自己想怎么做。说的更直白一点，倘若人家还跟你谈价格，就说明你功夫不到家，洗脑没到位。谈了2个小时，老谢被我征服了，
他在合同上签字的那一刹那，我内心狂喜。我看到老唐拿合同的手都在抖，合同签字了，我让老唐去财务拿钱，我继续和老谢抽烟聊天。我平静的表面下是一颗极度激动紧张的心。叮叮，我手机响了，我一看是老唐，立马接听。陈斌，财务这里出了问题，不给钱。我愣了一下，抬头看向谢明军，道：谢经理，财务那边可能要麻烦您亲自打个招呼。谢明军眉头一挑，骂了一句：这个贱娘们儿。操！我一听这话，一颗心居然沉到了谷底。